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山西太行山，这里属于太行南巅呢。说到山西，大家可能会想到山西的那些豪华大院、山西的古城、古村落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平遥古城，还有呢巧家大院。其实，在山西还有很多其他的，比方说古关口、古道以及呢古长城。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能够看到以前的长城。长城可能大家不觉得稀奇但是它的建筑方式不一样。我们之前在西北看的那个长城属于夯土结构的，而在其他一些地方，河北或者是北京看到的那个长城呢，可能是砖结构的。而这里确实用石头建造的长城，这个是非常少见的。还有呢，这里有一个城堡，被称之为国内最小的城堡，迷你型的，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身后这里探一探，看一看。那个城堡就在那里。这个城堡呢，被称之为碗子城，在太行山南端有一个碗字，是不是可以形容这个城堡有如一个碗那么大小，或者说像碗的形状当然这是一个修饰词，不过呢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城堡呢其实不是太大，才能称之为那个国内最小的一个城堡嘛。小归小，但是非常重要太行山别的不多，就是石头多，所以我们一开始说这里有以前的长城，2000多年的，它就是用石头建造的，可能相当于也是就地取材吧。等一下我们能够看得清清楚楚。前面这个碗子城也是用石头建造的，这个地方呢，在2000多年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。那么在这个地方修建城堡呢，大概是在唐朝中期的郭子仪修建的。当时郭子仪不是要平安史之乱嘛，他可能就来到这个地方，发现呢这里位置相当关键，于是呢在这里修建了这样一座城池。当然呢，后期经过屡次变迁、屡次损毁、屡次重建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堡呢，大概是清朝咸丰时期附近的那个地主乡绅修建的。因为当时清朝咸丰时期有一个声势浩大的起义，太平天国嘛。当时呢，这附近的那个地主他们感觉形势不对，所以呢，也修建了这样一座城堡。其实，在山西太行山很多这样的城堡在这个城门外有关于碗子城的介绍，是中国目前最小的城堡，因其呈圆形似碗，故称碗子城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意思。碗子城呢，建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，相传是2种说法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唐代大将郭子仪率部所建；另外一种呢，相传是东汉当时一个将军被皇帝发配来到这附近，于是呢，他在这里修建了。不过按照史料记载，在咸丰时期，这个碗子城确实修建了，也是我们刚才说的。现在的碗子城基本上是清朝遗留下来的。不过呢，历朝历代呢多次是经过完善，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碗子城。是以这个城堡为中心，整个大概是4平方公里。在这里呢，能看到很多古道比方说孔道、古杨板道、官道以及现在的国道。在这个陡峭的山坡上面，有2000多年的长城，还有呢太行镜、长滨洞、烽火台等等历史文化遗址。2000年烽火硝烟，2000年雄关雄峙，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，碗子城始终狼烟四起，战火不息，上演着一幕幕荡气回肠的历史。你看，南通已洛，这个就是说，这个地方如果往我这个方向再走得不远的话，就去洛阳，进入中原大地。而那个往那边走呢，就是北通北达京师，就是往北走的话，就能够去那个北京。为什么是南通隐洛，北达京师呢？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，这个城堡遗留下来的是大概清朝时期的，那个时候首都不就在北京吗？现在去这个城堡里面以及城墙上面走一走，它的高度大概是4.8米，而且呢，它的城墙厚度也是4.8米。现在看起来呢，是后期经过修缮的，
因为毕竟时间也比较久嘛。全是巨大的石头啊。那么以前这里呢，应该是有一个大门，不过呢，现在肯定是看不到痕迹了。在山西太行山很多这样的城堡，我们之前在那个太谷县呢，有一个非常大的城堡，它当时呢作用呢基本上是跟这里差不多，也是属于清朝咸丰时期，当时为了躲避那个战乱修建的。里面呢其实不大啊，直径才20米，所以才能够称之为中国那个最小的城堡。去城墙上走一走，这些呢看得出来是经过修缮的，因为有水泥嘛。在古代时期肯定是没有水泥啊。走到这个城堡上来，感觉空间是非常大呀，非常壮观。你看这么宽敞，这主要是这个是一个军事防御的。那么以前上面呢，其实驻守了很多士兵。那一块，包括这边，都是有士兵守卫的。看看太行山的美景，这个就是太行山的道路，跟我们在云贵山看的一样，绕来绕去。这个城堡其实呢是有2重防御的。我们现在站在这里是属于城墙，其实在下面呢还有一道，因为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平缓嘛，那自然而然的话就加了一套防御的。先有人在下面守卫着，如果那个破了，还能退进来。然后前方呢就是一个古道，叫做古羊肠坂，就在那个位置过去，就是相当于从那个大门出去啊，就一直沿着下去走。因为它这个城堡呢是东西走向的，那么我们说北上太行，它就从那个大门出来往北走这条道路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城堡里面，确实不大呀，真的一个碗一样的。从城门进来，那里就是房屋的遗址。按照资料说是6间房，我看起来感觉是没有啊，那里大概只有2间。猜想可能是当时管理宛之城的人住的地方。不知道当时在这个上面有没有那个城楼形式的，有人住在上面，因为现在看不出来呀。不过呢，这个当时驻守的人应该还是有一点的。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宛之城啊，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你如果在这个地方守住了，那相当于就守住了太行山的南大门，守住了北通京师、南下中原的要道，所以才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嘛。不过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尽管说是一个城堡，屡次发挥了军事作用，但是呢，在那个战乱的时期啊，这里又不一样了，或者是说，在一个王朝的末期，它的管理能力不那么强的话，这里呢，有时候就被土匪占据了。这个跟很多我们经常看的那个山寨是一样的，因为这里是远近闻名的古道，以前很多商人会往这里路过，那么土匪呢，有时候就会来到这里，或者说盘踞这里，所以这些土匪啊，真的会选地方啊，因为土匪他的目的啊，那个时候应该说是钱财，那这里呢，商人呢刚好又有很多，所以当时土匪就来到了这个地方。不过呢，等这个王朝一稳定，或者说这个是处于大的战乱时期，土匪呢在这里又消失了，因为他不敢在这里待着嘛，就是碰到强大实力的时候，土匪就跑了。看完了城堡，我们就继续往前走。这个地方在这里呢是西门，从这里出去啊，就相当于是正式走入到北达京师的道路古羊肠坂。下面呢就是一条古道啊，北达京师。来找一下这里以前留下的痕迹，应该是有门栓的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应该就是这么大，大概是8到10公分呢。在这个城门外有几个印记，据说是马蹄印，不知道真假，我是有点怀疑啊。就算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那必须是每匹马的脚都踩到这个上面，才有点痕迹出来，要不然怎么可能呢？是不是？看到没有？
这条道路还挺大的，到了下面看得更清楚。这里跟我们在云南走的茶马古道很类似啊，因为这个地方肯定是不能走马车的，应该也是马或者驴子驮运东西。这条道路在山间里面，它是崎岖缠绕、弯弯曲曲，形似羊肠，所以呢叫做羊肠板道。我们呢就加了一个古字。羊肠板呢是经络之间的要道咽喉，板道呢长约21公里，宽约3米，是在宋代官道的基础上，清朝康熙年间在修。它北接大口村，南达河南省的长平村，是著名的太行8径之一，太行径的一段险要路段，也是万里茶马古道的主要节点，是山西太行山通往河南中原地区的重要关隘和通道。明清时期，这个太行山里面的商人脚踏着这条蜿蜒曲折的古道，把大地里面的铁货丝绸用骡马驮出了太行山，送到了中原大地以及其他地方。同时呢，也把福建的茶叶从茶马古道以及这条道路呢运送到了俄罗斯。这几个大字是清朝同治年间有人刻在这里的。现在我们看到这条道路是清朝康熙时期加以修缮得以保存下来。那么其实这里呢，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道路了。当时战国时期发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战役，叫做长平之战，秦赵两国在那边决战。当时呢，秦国的数十万大军，他是从咸阳那边出发，东出嘛，然后北上，就是通过这条道路到达那个长平那一块，拉开了一统天下的序幕。所以这条道路呢，算是一个历史的见证。同时呢，在东汉末年，曹操北上太行走的也是这条道路，并且呢，写下了著名的《苦寒行》。现在由于走的人少，杂草比较多啊，但是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道路的痕迹的。这个长滨洞不知道是在哪里，还没找到。这里还修建了道路，这个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这里长滨洞我一直没找到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这里据说还有元代的摩崖造像，去看看去。在这个上面有一些摩崖造像，不过呢，实在太久远了，很多风化了。你看这里还有题记的，也已经没了。模模糊糊的可以看到出是至正12年，就是元代一个皇帝的年号嘛。这个也是一条古道，在上面呢能看到赵国长城，就是2000多年的长城。上面这些就是了。说是长城，其实跟城墙一样的。公元前333年，当时的赵国派大军进攻魏国后，被迫撤至山西长治、晋城一带。为了防止魏齐两国报复，赵国呢就修建了一道长城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当时赵国修建的长城啊。这个长城相当于是位于太行之巅，在一个山顶上面，全是用石头打造的，跟我们平时看的长城区别还是很大。由于历史加上时间的因素，这一块的长城呢，现在已经没有剩下多少了。这就是赵国长城，基本就是用石头简单的堆砌而成啊。不过现在烽火台可能是看不见了。这个长城和宛之城我们就看完了，现在往回走了。今天当我们漫步在这个宛之城，抚摸着充满硝烟的城墙，追溯着久远的历史，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已经深深地印在脑海中，化作了一种太行山不屈不挠的精神，成为我们弥足珍贵的财富。